我最近练球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感觉，就是学得越多越不会打了。今天学正手，明天学反手，刚知道撞击，又开始讲摩擦、拉球、削球、快带、拧拉，感觉每一个技术都像一门新课。这是绝大多数业余球友都会经历的阶段，因为我们学的都是一个个独立的动作，却没有一套完整的框架把这些动作串联起来。所以今天这期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。对，今天这期内容我给它起了一个名字，乒乓球的对类统一理论。听起来有点抽象，但其实就是想告诉大家，很多看起来完全相反的技术，本质上遵循的是同一套规律。只要把这套规律理顺，很多技术都会突然变得容易理解。正手和反手到底有什么共同点？很多新手都会觉得正手和反手就是两套完全不同的技术，动作看起来确实不一样，但如果抓住核心，其实只有8个字：正手靠脚，反手靠手，这是他们最大的区别。相同点就是半圆挥拍的击球原理。正手为什么难？先说正手，正手最大的特点就是靠身体发力。很多人以为正手就是甩胳膊，其实真正的力量并不是从胳膊出来的，而是脚蹬地，身体旋转，带动手臂，最后传递到球拍，这是完整的一条动力链。也就是说，真正发力的是身体。对，真正的大部分力量都来自身体旋转，而手腕、手臂更多是在最后控制击球质量。所以为什么很多业余球友正手一直练不好，不是手的问题，而是没有脚下支撑，身体不会转，动力链断了。所以正手看起来只是挥拍，其实参与发力的身体部位最多也最复杂。反手为什么容易学？反手是不是简单很多？相对来说是，因为大多数反手动作都发生在身体前方，不用像正手一样大幅度转身，所以步伐要求降低，身体参与减少，更多依靠手臂、小臂、手腕和手指完成动作。因此，大多数业余球友都会觉得反手更容易上手。既然反手容易，那是不是应该重点练反手？如果你的目标是尽快提高比赛水平，我反而建议可以多花一点时间练反手体系，因为它见效快，对步伐要求也没那么高。如果能把近台借力、防守相持做好，已经可以达到很高的水平，别人打不死你，你自然就更容易赢。但反手也有天花板，反手真正想打出高质量进攻，就不能一直只靠手。一旦退到中远台，球到了高点或下降期，只靠胳膊已经不够了，这时候也必须像正手一样转身体。身体开始参与之后，其实反手和正手又重新统一了。也就是说，近台借力的时候，两套体系不一样；真正主动发力的时候，两套体系又变得一样。没错，所以总结一下，如果你喜欢主动进攻，想追求更高上限，就重点练正手；如果你希望稳定防守、借力、提高速度，可以多练反手。最后，真正的高手是两套体系融合在一起。撞击和摩擦到底是不是两个动作？这个问题网上争论特别多，有人说先撞击再摩擦，有人说先摩擦再撞击，到底谁对？其实现在主流观点已经比较统一了，真正击球的时候，撞击和摩擦是同时发生的，只是比例不同。我们平时说的拉球其实就一个词，顶擦，既有撞击又有摩擦，区别只是撞击多一点还是摩擦多一点。怎么调整顶擦的比例呢？很多球友觉得撞击和摩擦完全是两套动作，其实不用，真正需要调整的只有2个地方。第一，挥拍方向，撞击更多往前，摩擦增加向上的挥拍，于是挥拍方向变成斜上方。第二，拍形，撞击时拍子更立，摩擦时拍子稍微压一点，就是这么一点点变化。所以不是重新学一个动作，不是动作框架几乎一样，只是拍形变一点，挥拍方向变一点，顶擦比例就完全不同了。3. 拉球和削球竟然也是同一种技术。拉球和削球看起来完全相反，方向相反，原理却一模一样。拉球向上摩擦制造上旋，所以拍形要压；削球向下摩擦制造下旋，所以拍形要亮。都是摩擦，只是方向和拍形角度相反。完全正确，他们共同追求的都是增加旋转，区别只是摩擦方向相反，拍形也相反。还有一个共同点，很多人没注意，拉球和削球大多数都发生在高点或者下降期，因为这个时候球速慢一点，有时间去加力摩擦。如果是在上升期呢，时间太短，球太快，更多会变成快带、撕、侧切，本质还是要加摩擦，尤其是侧切难度更高。4. 速度和力量为什么很难同时拥有？很多人都想既快又有力量，是不是练得多就能做到？理论上可以，现实里很难，因为速度和力量本身就是一对矛盾。为什么速度快，力量反而容易小？速度快意味着动作要小，准备时间少，更多借力；而力量大意味着需要蓄力、转体、发力，更大的动作幅度自然就需要更多时间，所以必须做选择。如果想练近台快攻，就要牺牲一点力量，重点练借力；如果想练爆冲，就要退一点台，给自己更多发力空间。那怎么才能两者兼得？有没有办法
又快又重。有，但只有一个办法，提高整体水平，包括身体素质、动作框架、步伐、发力效率，这些一起提高之后，速度和力量才能一起提高。这不是一个技术动作能解决的，而是长期训练的结果。为什么壮汉不一定比小朋友打得重？很多人都有这种疑问，自己力量那么大，为什么冲球还没小朋友质量高？原因就在于力量大不等于力量都能够传递出去。真正决定击球质量的不是肌肉，而是动作框架。动力练顺了，力量自然出来。5. 所有技术其实都在走向统一。听完今天这一期，我最大的感觉就是，原来很多技术不是越来越多，而是越来越少。没错，刚开始学的时候，觉得10几个动作、几十种技术完全记不过来。等真正理解之后，你会发现他们其实都在讲同一件事情。比如正手和反手最后都会用身体发力，撞击和摩擦最后都会变成顶擦，拉球和削球都是摩擦，只是方向不同，速度和力量都是发力，只是取舍不同。所以真正厉害的人并不是掌握了几十种动作，而是用一套统一的动作框架完成所有技术。收尾总结。所以今天这期可以用一句话总结：不要把乒乓球看成很多零散的技术，而要把它看成一套统一的体系。对，以后我们还会继续讲什么才是真正统一的动作框架。当你把这套框架建立起来之后，很多以前觉得特别复杂的技术就会慢慢串联起来，学习效率也会越来越高。如果今天这期节目对你理解乒乓球有所帮助，欢迎点赞、关注、分享，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你最难理解的是哪一项技术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。